2026年，当所有人都在疯狂追英伟达、美光、AMD 的时候，有一家公司正在偷偷赚走整个半导体行业最轻松的钱。它的市值不到英伟达的1/1000，但毛利率比英伟达还高。更可怕的是，整个 AI 产业链从 HBM 到先进封装，没有任何一家巨头能绕开它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会带你彻底看懂这家被严重低估的底层技术霸主。你会明白为什么说它是先进封装领域的 ARM， 它的13000项专利到底有多值钱。2027年那个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的合同续签，会给它带来多少倍的业绩爆发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会学会一种全新的投资思路，不是去追已经涨上天的巨头，而是找到那些藏在产业链最底层躺着赚钱的隐形冠军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再看半导体行业，眼光会和99%的人完全不一样。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说 Adia 这个名字，没关系，我用最简单的话给你讲清楚。你知道现在市面上最火的蛋糕店，不管是连锁品牌还是网红店，卖的蛋糕口味其实都差不多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些蛋糕店用的核心秘方其实都来自同一个人。这个人自己不开蛋糕店，也不做蛋糕，他只卖秘方。每卖出一个蛋糕，他就抽一笔钱。不管蛋糕店赚多赚少，只要有人用他的秘方，他就有钱赚。Adia 就是半导体行业里那个卖秘方的人。你是不是觉得这种商业模式太爽了？没错，这就是所有商业模式里最顶级的一种躺着赚钱。你可能听说过 ARM， 它就是靠卖芯片架构授权赚钱的。苹果、高通、华为，几乎所有做手机芯片的公司都要给 ARM 交钱。Adia 做的事情和 ARM 几乎一模一样，只不过它卖的不是芯片架构，而是先进封装的专利。而且在它的领域，它的垄断地位比 ARM 还要稳固。我第一次看到这家公司的资料的时候，真的被震惊了。我花了整整30个小时，翻遍了它的财报、专利文件，还有摩根士丹利、高盛、TrendForce 的所有研报，越看越觉得这家公司被低估的太离谱了。很多人投资半导体只看芯片设计公司和晶圆厂，却忽略了专利授权这个最赚钱的环节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。你想想，芯片设计公司要投入几十亿研发，还要承担流片失败的风险；晶圆厂要花几百亿建工厂，还要面对半导体行业的周期波动。但专利授权公司不一样，它只需要一次性投入研发，然后就可以坐收几十年的专利费，没有库存风险，没有产能风险，没有周期风险。只要行业在发展，它的收入就会一直增长。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？这么好的一家公司，居然几乎没有人知道，就连很多专业的半导体分析师都没有覆盖它。这也是为什么它现在的估值这么低。那 Adia 到底有什么本事，能让整个半导体行业都离不开它呢？答案就是它的3大护城河。这3条护城河，每一条都几乎是不可逾越的。首先是它的底层技术壁垒，你可能经常听到 HBM 这个词，就是高带宽内存。现在 AI 芯片的性能瓶颈早就不是计算能力了，而是数据传输速度。英伟达的 H100为什么这么贵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它用了 HBM3 内存。HBM3 的带宽是传统 DDR5 内存的10倍以上，没有 HBM 就没有今天的大模型训练。而 HBM3 和下一代的 HBM4 最核心的技术就是混合键合。什么是混合键合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把多个芯片堆叠在一起，然后用铜直接键合的方式连接起来，这样可以大大缩短芯片之间的距离，提高数据传输速度，降低功耗。没有混合键合，你就做不出高密度的 HBM 内存，就算你能做出性能，也会差一大截。而 Adia 的 DBI 技术就是目前混合键合领域最成熟、应用最广泛的技术。你可能会问，难道就没有其他公司能做这个技术吗？答案是有，但都绕不开 Adia 的专利。Adia 在混合键合领域拥有超过1000项核心专利，它把所有可能的技术路线都申请了专利，你不管往哪个方向走，都会撞到它的专利墙。就像你要进一个房间，但是所有的门和窗户都被它锁上了，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它买钥匙。这还不是最离谱的。Adia 的专利不仅覆盖了现在的 HBM3， 还覆盖了下一代的 HBM4 和 HBM5。也就是说，未来10年整个 HBM 行业的发展都在它的掌控之中。然后是它的法律维权体系。很多人觉得专利就是一张纸，没什么用，那你就太天真了。在半导体行业，专利就是核武器。而 Adia 的法务团队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核武部队。去年 Adia 起诉 AMD 侵犯了它的先进封装专利，你知道 AMD 是什么反应吗？他根本就没有打官司的打算，直接就和 Adia 签了长期授权协议，乖乖交了钱。为什么？
因为 AMD 知道他根本打不赢这场官司。Adia 的专利太硬了，而且一旦 Adia 发起337调查 ，AMD 的产品可能直接就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，那损失就不是几亿美元的专利费能弥补的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专利壁垒比技术壁垒更可怕。技术可以被超越，但专利是法律赋予的垄断权，只要法律不失效，这个垄断权就一直存在。Adia 的法务团队有多强悍？他曾经起诉过英特尔、三星、台积电，几乎所有的半导体巨头都被他告过，而且几乎没有输过，最后都是以对方支付巨额专利费和解告终。你想想，连英特尔、三星这样的巨头都惹不起他，还有谁敢不乖乖交钱？更可怕的是，就算你现在砸几百亿进去研发，也追不上 Adia， 因为 DBI 技术的研发周期长达8年，半导体技术的研发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，它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，需要无数次的实验和失败。Adia 从20年前就开始研发混合键合技术了，它在这个领域积累的经验和数据是任何新进入者都无法比拟的。等你花8年时间把 DBI 技术研发出来， Adia 已经又迭代了好几代技术了，而且他已经把下一代技术的专利也申请好了，你永远都在他后面追，永远都绕不开他的专利墙。这就是时间的力量，有些优势一旦建立起来，就再也无法被超越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半导体投资的逻辑了，那就顺手点个赞，说明你已经抓到重点了。现在我们来看看 Adia 的财报。很多人喜欢看营收规模，觉得营收高的公司就是好公司，但我告诉你，在投资里，盈利能力的质量比营收规模重要10000倍。Adia 去年的营收只有4.2亿美元，看起来很小，但它的调整后毛利率高达60%，净利率21%。你对比一下，台积电的毛利率大概是50%，英伟达大概是55%，也就是说 Adia 的盈利能力比台积电和英伟达还要强。而且 Adia 是轻资产模式，它不需要建工厂，不需要买设备，不需要雇佣几万工人，它的主要成本就是研发费用和法务费用，所以它的现金流非常充沛。去年它的自由现金流就有1.56亿美元。你再看看美光，去年因为存储芯片价格下跌，美光亏了55亿美元。但 Adia 照样赚钱，因为不管芯片价格涨还是跌，只要有人生产芯片，就要给他交专利费。这就是轻资产模式的优势，它完全不受半导体行业周期的影响，不管行业是繁荣还是衰退，它的收入都非常稳定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说 Adia 有10倍的增长空间？答案就在2027年。现在 Adia 和大部分客户签的都是长期合同，收费模式是固定入门费。也就是说，不管客户用多少他的专利，每年只交固定的钱。比如一个客户每年交1000万美元，不管他生产100万颗芯片还是1000万颗芯片，都只交1000万美元。但这些合同都会在2027年到期，到时候收费模式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从固定入门费变成按量提成，每生产一颗用了他专利的芯片就要交一笔钱。你想想，现在 HBM 市场的复合增长率是50%，到2027年 HBM 的出货量会是现在的4倍以上。到时候 Adia 的收入会从每年4亿美元直接变成20亿甚至40亿美元，业绩会爆发式增长。而且这还只是 HBM 市场。Adia 的专利还覆盖了 CPU、GPU、FPGA 等所有需要先进封装的芯片。随着 AI 的发展，先进封装的市场规模会越来越大， Adia 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。我们再看估值，现在 Adia 的 PS 市销率只有不到5倍，而 ARM 的 PS 是30多倍，就算 Adia 的估值涨到和 ARM 一样，股价也能翻6倍。再加上2027年之后的业绩爆发，10倍的增长空间一点都不夸张。我觉得合理的目标价应该在100到300美元之间，而现在它的股价只有30美元左右，这里如果你没注意，后面就很容易被带偏。很多人觉得10倍的增长空间太夸张了，但你想想，英伟达在过去3年涨了多少倍？10倍都不止。而 Adia 的商业模式比英伟达更好，确定性更高，估值更低，为什么不能涨10倍？当然，我也要说一下风险，没有任何投资是没有风险的。首先，专利授权公司最大的风险就是专利到期。Adia 的核心 DBI 专利会在2030年左右到期，不过它一直在持续研发新的专利，比如它现在已经在布局下一代的散热技术专利。随着芯片堆叠的层数越来越多，散热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。Adia 已经在这个领域申请了大量的专利，所以就算 DBI 专利到期了，它还有新的专利可以收钱。其次就是客户集中的风险。Adia 的前5大客户贡献了大部分的收入，如果有大客户拒绝续约，会影响它的业绩。
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，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客户能绕开他的专利。如果不续约，就意味着他的产品无法上市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愿意冒这个险。最后就是市场情绪的风险。现在市场还没有发现这家公司，所以股价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横盘。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投资这种隐形冠军，不能指望它马上就涨。你需要在别人还没发现的时候提前布局，然后耐心等待市场发现它的价值。我觉得很多人投资失败的原因就是太着急了，总是想今天买明天就涨，但真正的大牛股都是需要时间来成长的。英伟达在涨10倍之前也横盘了很多年。如果你也想找到这种被低估的隐形冠军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继续带你拆解半导体产业链里那些不为人知的投资机会。最后我想和你说，投资最忌讳的就是跟风。当所有人都在追英伟达的时候，真正聪明的钱已经在布局产业链的上游了。Adia 就是这样一个机会，它现在还没有被机构覆盖，没有被散户发现，市值很小，估值很低，但它掌握着整个 AI 行业最核心的底层技术。等到2027年合同续签的时候，所有人都会意识到它的价值，到时候股价可能已经涨了好几倍了。投资就是这样，你需要比别人看得更远一点。当别人还在看今天的时候，你要看到明天；当别人还在看表面的时候，你要看到本质。希望今天这个视频能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考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本视频内容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所有投资都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，请你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出理性的判断。